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和远程导弹，西方正打算升级俄乌战争。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可以搜索一下俄乌战争。5月20号到21号，俄罗斯军队完成了对巴赫穆特整个市区的占领。乌克兰政府虽然嘴硬表示巴赫穆特郊区还在自己的手里，但这是变相的承认在持续了8个月的巴赫穆特攻防战中，自己终于是输了。在城区最终易手之前曾经要求死守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已经出国了。5月3号，泽连斯基前往芬兰，然后前往荷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最后乘法国政府的专机穿过中国上空，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峰会，收获了一大堆的合影。在这10多天的时间里面，泽连斯基一直没有返回乌克兰，这对于一个战时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太正常的。这说明泽连斯基也已经意识到了巴赫穆特失守在即。他长时间出国巡游不但是为了躲避俄罗斯的导弹，也是为了到西方世界搜罗更多的援助，为后续完成好代理人的任务打好物质基础。巴赫穆特的易手，从战争本身来讲就是乌军后劲不足。在这几个月里面，美国政坛忙于处理国债上限的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为此斗得不可开交。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不顾全大局，共和党指责民主党态度恶劣，没法商量。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联邦财政马上就要唱空城计，所以拜登一时间顾不上泽连斯基，乌克兰就把巴赫穆特给丢了。战场上的胜负对政治牌桌有巨大的影响，哪怕是这么一个小城的争夺战，也引起了双方舆论的震动。俄罗斯当然是士气大振在多个地点继续发起了小范围的进攻。乌克兰方面只能表示自己还在抵抗，而西方媒体是议论纷纷，说巴赫穆特战略位置重要，就这样丢掉了，对后续战局不利。其实在争夺战的过程中，国内外研究界对巴赫穆特已经做过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评价，这座小城当然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俄军夺取巴赫穆特以后，确实可以继续向西发展，向第聂伯河左岸进军。但是乌克兰的地形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有没有巴赫穆特，俄军都可以找到进攻的方向。况且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乌克兰军队也抓紧时间在巴赫穆特后方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俄军也很难快速突破。巴赫穆特这座小城真正的意义在于政治，它的得失意味着俄乌双方谁的战斗力更强，谁的战斗意志更坚韧，谁的战争潜力更雄厚。人人都知道乌克兰是靠西方援助才能够坚持下去的，既然打输了，那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援助不到位导致的。既然如此，西方和北约就有充足的理由在军援问题上继续升级了。从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西方军援经历了几个升级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是战前大量提供各种反坦克导弹，是一种支持防御的立场。2022年5月份，美国宣布开始向乌克兰提供155毫米的榴弹炮，欧洲多国纷纷跟进，从防御转向了攻防兼备。2022年的6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火箭炮，支持乌克兰实施小范围的火力进攻。从那以后，因为俄军战事不利西方也就没有再搞军援升级。2023年初，坦克援助乌克兰话题经过一番争吵之后，也偃旗息鼓了。但是在巴赫穆特战斗即将分出胜负的时候，军援升级问题再次浮现。英国又一次跳出来公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50公里的风暴鹰眼空射巡航导弹。英国甚至扬言，这不仅仅是延伸了乌克兰军队的射程，还可以直接威胁俄罗斯高级官员的生命安全。因为风暴鹰眼的精度很高，有很强的攻坚能力，可以对俄军的后方指挥所实施精确打击。英国简氏集团的一名分析师说在战线后方的俄罗斯高级军事官员以前可能觉得自己很安全，因为他们的位置超过了乌军的射程，但是风暴鹰眼的抵达表明乌克兰完全有能力消灭他们。这些俄罗斯指挥官在乌克兰火力下暴露的越多，生存能力就越低。实际上在这段时间，西方讨论的军援升级的重点是 F-16战斗机。俄方已经明确地表示，提供 F-16会引起严重后果。在前几次军援升级的时候，俄方也做出过类似的声明，西方却置若罔闻。F-16作为一种不隐身的战斗机，在俄军防空网面前生存能力不强，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但是
一些美国媒体正在讨论的另外一种武器，却可能对俄军造成更大的威胁，那就是陆军战术导弹武器系统。早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的时候，美国内部就有人提出，也可以提供这种导弹。陆军战术导弹有几个版本，射程从150公里到300公里不等，它也可以用海马斯来发射，操作比较方便。如今风暴鹰眼已经上了战场，红线已经突破，美国是不是可以跟进呢？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携带950枚子弹药，一发导弹顶得上2个榴弹炮营的投射威力。如果命中俄军后方的军营指挥所，造成的杀伤比风暴鹰眼要大多了。考虑到这种导弹的射程，俄军不可能像规避海马斯那样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只能不惜代价投入航空兵搜索消灭，这就必然会带来战争升级的问题。或许这正中西方的下怀。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